没道理。莫陵苏氏从姑苏蓝氏分出来，苏舍最恨的应当是蓝忘机。为何蓝忘机至今安好，从未遭人陷害伤害过？苏舍道：没想到堂堂夷陵老祖也会有不明白的事。魏无羡挑眉道：不肯说。行，那我就自己猜猜看。他慢慢道：是你主子不许吧？苏舍的瞳孔在瞬间收缩，道：胡说八道。魏无羡笑道：看来我猜对了。那就没事了。他伸了个懒腰，道：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江澄一边先飞一句走失，看向远处彻底没在业火中的大殿。金子轩真的进去了。匍匐在他脚边的家仆连连点头，是，已经进去有一炷香的时间了。江澄烦躁地啧一声，如今大火已经完全封住了大殿，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，这都是无可穿越的屏障。我真是操了！江澄骂，拔出三毒，几乎要强行冲进火焰里去，却被人扣住了肩膀。他回头看过去，魏无羡站在他身手，一边擦着下颌的汗，一边对他摇摇头。你怎么才来？江澄道：现在可好，我们进不去，阿姐他们也出不来，活活一个死局。当初就该直接把那苏舍一刀斩了才好。江澄咬牙切齿。魏无羡却道：谁说我们进不去？江澄道：你什么意思？魏无羡从怀里掏出一颗银铃，塞到江澄手里，周身蔓延起白色的雾气，喊道：找个缝隙，把我扔进去，我来想办法。就算你进去了，你要怎么出来？魏无羡骂道：你管我呢？我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，快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江澄一咬牙，三毒出鞘，江澄翻身上剑，越过熊熊烈火，低吼一声，将银铃送入了烈火之间房梁的缝隙之中。他在空中翻滚几圈，狠狠地摔到地上，顾不得撞出的伤口。江澄恶狠狠地抬起头，皱眉骂道：魏无羡，你要是再敢食言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魏无羡缩在银铃里，此刻早就听不见江澄的吼声了。感应到周身热浪滚滚，他整个人都在飞速下沉，穿过浓浓黑烟，银铃声阵阵作响。他在一片白雾中再次化形，凌空翻滚一圈，稳稳落在了地面之上。大殿里全是冒着烈火的走尸，江厌离被高温烤得近乎脱力，金子轩扶着右臂，颤抖着用碎华支起身体。金陵喘着粗气，此刻却是眼前一亮，好像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魏无羡对他们点点头，继而扭转过头，眼神冰冷，威严无比，道：滚！满殿的走尸动作一致。这些走尸被邪域催化，暴动非常，但邪域毕竟并非阴虎符，他仍保有对这些邪祟的控制权。魏无羡顿了顿，厉声道：没听懂吗？我说滚！走尸发出呜呜的声响，转过头，缓缓向殿外走去。解决了走尸邪祟，却并非关键之处。走尸并不害人，真正棘手的是这愈发猖狂的邪火。魏无羡转身向江厌离奔去，大殿内空气已经很稀薄了，江厌离整个人都漫起不正常的红，呼吸急促，浑身都在发烫，已经失去了意识。背后是步步紧逼的业火，面前是退无可退的重要之人。大舅舅，怎么办？金陵扶着江厌离的后背，无措地看向魏无羡。他该怎么办？魏无羡抿抿唇，扭头问道：你还好吗？金子轩喘着粗气，旧疾复发，你不必管我。魏无羡垂下眸，沉默片刻。魏无羡，苏舍带着审视与挑衅的眼神又一次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眼前，还有他满口鲜血，挣扎着对他比出的第三根手指。他怎么会不明白苏舍的意思？邪域可比阴虎符，解除邪域的暴动，也就因此而多了第三种方法。苏舍是在挑衅他，魏无羡，你敢吗？你手里有第三种解决方法，你敢吗？你愿意吗？魏无羡嗤笑一声，猛地站起身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道：对不起，阿玲，我可能要食言了。金陵愣道：什么？金子轩也道：魏无羡，你什么意思？魏无羡转过身，周身银光大现，寒风滚滚，银铃之声疯狂作响。他从怀中掏出那块邪玉，死死地握在了手心。金陵忽地一起，那个夜晚，魏无羡曾经对他说过的话。
你就别担心了。魏无羡笑，有你舅舅在呢，江城不行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可是最擅长这种事的。魏无羡拍拍金陵的肩膀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如果这玉真的难搞到这种地步，什么东西才能镇得住它？自然是极品法宝或者阴邪毒物。这银铃什么来历？自然是极品法宝。金陵猛地抬起头，难以置信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魏无羡回头对他笑了笑，手中猛地发力。方才被他震到体外的灵气，一股脑全都涌到邪域之中，声嘶力竭的邪祟的尖叫就在瞬间充斥了整个殿堂。金陵几乎肉眼可见地观察到邪火的气焰寸寸弱下去，却也真切地看到魏无羡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可他却仍然是笑着的。